好意思啊，我们在术后一定会有乳沟吗？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哦。我们会希望在胸骨前侧的一些粘连区，它是有一定程度的厚度。那这个粘着区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女生容不容易形成 I 字乳沟的一个关键。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大家好，我是黄玉豪医师。那很多客人呢，现在都来找豪医师做隆乳。那在隆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好意思啊，我们在术后一定会有乳沟吗？那这个也是豪医师会在诊间跟所有的隆乳客人一并做详细咨询说明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用1集的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下隆乳术后的乳沟形成因素到底有哪一些，还有哪一些是会影响乳沟成型的重要关键。我们就直接开始吧。许多人误以为隆乳术后假定没有刻意挤乳沟就会有靠在一起的乳沟，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哦。What？正常的女性呢，在胸部中间有所谓的这个乳沟区，那它本身不会让2个胸部是粘在一起的。通常这一个乳沟的间距，会是大概1到2指幅的一个宽度。那这个宽度呢，其实在没有用力推挤之下，它必须要有一点点的宽度，这个才是正常的胸部形态哦。因此呢，在隆乳手术的时候，我们在设计胸部的时候，会尽量在这个乳沟的正中间保留所谓2到3公分的一个间距，确保它不会形成所谓的连乳的问题。所以这个在手术的设计当中是特别的重要。那乳沟本来的成型就是需要去做一个推挤才能形成，那我们也会因为这样子而保留中间重要的一些神经血管，这才是手术重要的一个关键哦。所以很多人期待在隆乳术后有形成所谓的1字形乳沟，这个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形成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是要怎么样才能形成有漂亮的乳沟的关键。好医生归纳出术后影响乳沟形成的3大关键因素。第一，皮肤及体脂肪的厚度。这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到，如果女性的胸部的皮下脂肪是比较厚实，而且比较宽广的时候，她在术后通常比较容易形成自然的乳沟。那这样子的脂肪的厚度呢，我们会希望在胸骨前侧的一些粘连区，它是有一定程度的厚度，随着隆乳术后的膨胀，它就可以在推挤之下就形成正常的乳沟。所以有一些人天生皮肤比较偏紧，或者是它原本是极小罩杯，大概是 A 罩杯，这个时候我们在隆乳术后需要一段的时间，它的皮肤软化之后才能正常的推挤乳沟。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希望在这3到6个月中间，它可以搭配适度的按摩，把皮肤推得松软，它就可以形成比较好的乳沟形态哦。2，胸骨的结构及粘连区，那这个粘着区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女生容不容易形成 I 字乳沟的一个关键。有些人天生在这个胸骨柄上方的皮下组织比较厚，那这个粘连区它比较薄或者是比较窄，所以此时呢，代表我们胸部的2边的软组织它是比较接近的。这时候呢，在隆乳术后，它就比较容易在前倾或者是夹挤的时候，让2片的组织推挤在一起，它就能够形成所谓的 I 字的一个乳沟。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的粘连区天生的就比较宽广，那本身前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些软组织的厚度，它这个肋骨、这个胸骨的特别形态，它就比较难形成所谓的 I 字乳沟。而此时呢，它对应会形成我们的这个果冻所形成的这个海鸥型的乳沟，所以呢，它就会在这个时候有比较圆弧形的形态产生。所以你的胸骨前侧的粘连区，假定皮肤比较单薄，比较难推挤出 I 型乳沟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搭配补脂手术，让中心的这一些粘连区皮肤变得比较厚，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在术后有呈现 I 型乳沟的机会。3，假体大小与胸廓比例。那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比较接近的乳沟，此时呢，你的胸廓来得特别的宽，但是你选择的假体不够宽大的时候，此时在中间的距离比较偏远，你还是很难在术后形成很靠近的乳沟。所以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宽阔胸膛的女生，此时呢，你就要透过医生的评估，选择合适胸宽的一个假体。这个时候呢，它才能够在术后轻轻一夹，就让假体推挤你的乳房做靠近，而形成更自然的乳沟哦。
目前主流的2种不同的隆乳层次也会影响我们乳沟的成型哦。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当皮肤比较单薄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使用所谓的半筋半肉的隆乳模式。那这个层次呢，其实在上胸还有内胸，它都是在胸大肌下的一个置入。所以呢，我们特别是在此时，我们胸部假定在推挤之下，我们最内缘只可以达到胸骨的内侧缘，因为它会被胸大肌所挡住。所以传统上假定用半筋半肉隆乳的一个层次，此时呢，你的乳沟通常会比较开。那更加是你需要有乳沟的时候，你需要更多的一个夹挤，才可以让它更接近所有的一个皮肤组织。那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筋膜下隆乳。所以豪医生目前在这个条件允许之下，我们都会使用所谓的筋膜下隆乳。那筋膜下隆乳相对应来说，你的上胸的厚度，还有皮肤的组织的厚度也是比较丰满一点点。你只要选择在筋膜下层肌肉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合适的推挤之下，其实中间就不会有胸大肌肉的阻挡。它其实就可以很靠近我们这个的乳沟区块，所以在筋膜下隆乳，它在手术之后是比较容易去产生乳沟的一个状态哦。不管呢你是追求怎么样子的乳沟，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的条件，要整体去考量你的胸骨形态、皮肤组织的厚度，还有你自己的一个期许。如果你在内侧缘或者是上侧缘的皮肤组织比较单薄，那你担心你的乳沟成型比较不佳，我们都可以靠复合式隆乳，透过一些自体脂肪的一些润饰，来增加内侧以及上侧的一个脂肪的厚度，来创造你最心目中理想的乳沟形态哦。以上是我们对隆乳手术以及乳沟关系的介绍。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豪医生，豪医师会在录相关的影片回答大家。那大家也不要忘记对于医心微微的影片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会再有更多的影片分享给大家。今天就到这边，拜拜。